看节目吧。欢迎大家收看《绷不住了啦》，我是大锁。今宵别梦寒。贵州一家殡仪馆让人绷不住了。贵州凯里一家殡仪馆最近突然火了啊，不是因为别的，因为这家殡仪馆的米粉太好吃了，对，逐渐成为了美食打卡地啊。有的人呢，甚至冒充逝者的亲友过去排队。好小众的美食，好大度的心态，我就说贵州这个地方一定有说法啊。那么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的？我们请来了这家殡仪馆对面米粉店的老板，老板您好，想听一下您是如何被打败的呢？一开始吧，我也不知道在和谁竞争。有个顾客告诉我说，对面殡仪馆的粉好吃。我以为是宾馆，那宾馆好吃就好吃呗。他跟我说是殡仪馆。我求证一下啊，据说你们贵州有4样东西最好吃：医院的月饼、殡仪馆的粉、KTV 的小吃、麻将馆的菜，没压上。但是我单纯就想问一下，就是你们贵州人吃饭是不是首先排除饭店这个东西？那谁家好人上殡仪馆吃饭呢？我只听说过坟头蹦迪的，这还有灵堂嗦粉的。我也没听说过。因为您没有采取什么竞争措施吗？我也不知道咋竞争。我本来想去偷师的，所以我最近经常回村里看看。但是我们村啊，人太健康了，就导致您吃不上席。哎呀，打败我的不是人间烟火，是阴间烟火呀。这位老板，您也不用那么沮丧啊。就早就听说是咱们贵州人呢，精神状态是遥遥领先的。说之前有一家医院的月饼也特别好吃，这家医院的月饼比这个医院的医术都有名。说你病了不一定去这家医院，但是馋了一定会去，是吧？是我们本地人是这样的，生死可以看淡，但酸辣粉的味儿不能淡。那您就没有想过把那个师傅给挖过来吗？怎么挖？他在殡仪馆炒菜他都不愿意出来，那10有8九是有编制。我就说编制能留住人才吧。但是您一个正儿八经做餐饮的，就竞争不过人家殡仪馆，你说说怕人笑话不？我去吃了一次，确实好吃，别人家好吃到跺脚脚，他那儿好吃到躺板吧。那您还能再去吃吗？肯定会去的，早晚会成为那儿的回头客。好，那就祝您的饭店生意兴隆。另外有机会您也请我去吃一下那个米粉。好，看节目。欢迎光临游泳健身，了解一下，里边请。我走错了，这干哪儿来了？这是？您现在光临的是全球首家沉浸式主题健身房。健身房？你不王教练吗？其实今天我不是健身教练，我是。我只是一个肌肉比较发达的 DM 而已。今天呢，我将扮演的是清宫的太监总管。所以呀，老奴现在伺候您去更衣吗？走着。走啊，博哥，私教课一节。大人。您身为当朝的辅政大臣，辅佐二皇子已经10年有余了。可是二皇子最近被人诬陷谋反，已经押赴刑场，马上要砍头了。这个时候您要刀下留人！刀下留人！二皇子哟，大人还差一组卧推就能救下您喽！大人加油啊！把腰挺起来。15个一组，让一组啊。这对吗？哎呦喂，哎呦喂！哎呦喂！由于您呐卧推做的特别标准，等到了皇上的到来，为二皇子申明冤屈，所以呢嘉奖您擢升2品顶戴花翎啊！我带您更衣，我就来健个身，你看你给我弄得花里胡哨的，这衣服再说健身也不方便呐。您不刚？不刚。大人，
奴婢带大人去更衣。带路，你我二人既同朝为官，切莫失了礼数啊！带我去更衣。走着。哎，不是他带我更衣吗？你想啥呢你？有何冤情？大人命有所不知，之前二皇子被陷害，都是熹贵妃在假传圣旨。现在皇上有旨，命您亲自去赐死熹贵妃。熹贵妃何在？那个熹贵妃问。熹贵妃呀，最近有点吃胖了，所以呢，您先拿这个假人练练手，150斤高高的，您15一组，做6组。哎，不行！哎呦喂，大人呐，您怎么能半途而废呢？大人，请您为我做主啊！大人呢，您想想他的一家老小，想想他的父母，想想他的小狗。他父母3岁的时候就被熹贵妃给害死了。我这器械我练完了吧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这熹贵妃她铝合金的脖子她也应该伏诛了。哎呦，大人呐，您是练兄把熹贵妃给练死了，但是9子夺嫡可开始了。本来您拥立的2皇子是太子，但是他的弟弟8皇子率军包围了乾清宫。哎呀，护驾！哎，行了，那我这顾命大臣正2品的文官，我这手撕叛徒，那不合理呀！哟，瞧您说的，那您说我作为个阳刚肌肉太监，他也不合理呀。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哎呀！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快马加鞭呐！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大人，练得如何呀？累啊！我玩过恐怖本、悬疑本、解密本，我还是第一回玩体力本。哎，这体力跟不上了，好玩是挺好玩。不如今日先歇歇，因为老奴啊到钟了。那不行啊！我虽然体力下去了，但是我好奇心上来了呀。我作为顾命大臣，我对我家主子2皇子那是忠心耿耿啊。现在圣上要陷害于他，那后面到底发生啥了？你想知道后续如何？那你得续课呀。2节私教课12800，现在签约送28块钱。续。后续就是封建王朝统治结束了我们俩出了宫，开始了自己的新的生活，靠自己的双脚致富，你也有了新的名字祥子。祥子，对，祥子你看看前方的路，你想不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新车？想。祥子，那是加油灯，动感活佛车，蹬起来！祥子，祥子，祥子，站起来蹬！祥子。美国影院它绷不住了。事情是这样的啊，最近一家美国影院在放映《美队4》的时候塌房了啊，不是演员塌房了，是电影院真的塌了，天花板都掉下来了啊。由于现场呢只有2名观众，所以有上百个空座，现场美队塌房，无人伤亡。不过话说回来了啊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啊，就是这些好莱坞引进大片呢越来越难看了。比如说《美队4》啊，比如说这个《白雪公主》啊，包括最近上映的一些啊，为什么会这么难看呢？对吧？我们请来了影评人 Peter 先生，你好，主持人你好，久仰啊。那对于这次这个影院塌房事件，您是如何评论的呢？非常简单啊，这部电影是一部纯粹的5D 电影，突破了传统的3D。当这个红巨人从天而降的时候，不仅打破了天花板，而且也打破了第4堵墙。我感觉它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下沉电影。你别的电影，你说你只能看2次元，但这个电影你坐对位置之后，你直接当2次元，2向箔直接拍扁，对不对？那您觉得《美队4》是好电影吗？当然了，我跟你讲哦，幸好看的是美队，
所以才令人伤亡。你想想看，如果看的是哪吒会怎么样？皮特先生，你听我讲完，你不要打断我呀。我告诉你，超英就是超英的，即便他拍砸了，他也得想着整。哎，你承认他拍砸了是不是？你刚才说是好电影，你现在又说拍砸了，我说了吗？是不是？我是这样，皮特先生，我们这是个喜剧节目，它不是您之前参加的那种就假大空的那种宣发节目，就互吹的那种，啊，所以说您大可以说实话啊。哦，你们不是什么宣发节目啊？对，我们是一个把人都得罪完的喜剧节目。哦，那你应该早告诉我的呀。我跟你讲啊，我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影评人，我要讲点真话啊。您讲。我告诉你，这个美队4啊，他应该付给我精神损失费的呀。哦，你知道我在电影院怎么看完的吗？我把自己绑起来，别的观众走完了，我不能走啊，我是影评人的嘞。就非常理解你啊，就是感觉时代的美丽沙落在影评人脑袋上都是一个天花板啊。但是呢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您觉得他跟七司某局哪个豆瓣的评价会高一些？我跟你讲，你不要看什么豆瓣评分的，那个东西是会把电影给异化掉的。哦，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是美队4在为复联5做铺垫？复联5上映之后，您觉得会是狗尾续貂，还是再创新高？哦哟，我谢谢你嘞。哦，我告诉你，漫威以前跟谁比的啊 ？DC、皮克斯、阿凡达。如果漫威要是再这么下去嘞，就要跟唐探比了。比完唐探再输熊出没，再下去就要输七司某局了，脸都不要嘞。皮特先生，就是你怎么老说七司某局呢？我觉得罪不至死没有那么难看的。好，我一个专业的影评人，我不能讲话的呀。我就是看着你的推荐才去看的七司某局。你不要乱讲话哦。美队4也是你推荐的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你不要片面的评价我。闭嘴吧，你还影评人呢？看节目。欢迎收看2085年全球食神争霸赛。目前夺冠呼声最高的是2位预制菜大师，这是否意味着传统菜系的消亡已成定局？站在我右手边的是著名的微波炉大师丁丁，他的一手微波炉运营的出神入化，可以精准度秒表后的第2位。我擅长的菜系就是纯欲风，以前的烹饪用火，现在的烹饪用火。我们始终坚守纯粹工业化、绝不原生态的美食理念，拥抱工业革命就是我的使命。镜头回来，来看另一边，站在另一边的是擅长处理食品结构，人称添加剂仙人的分子料理大师，绝命毒师。厨师，万物都是由分子构成，食物也不例外。在保留食品品质的基础上，合理使用科技，才能封印食物的原味，这样食客才能品尝到调料的美味。非常好，2位都非常的擅长川菜、鲁菜、粤菜、日料、西餐等8大菜系的预制菜，口味势均力敌。那么现在就有请这次比赛的评委预制仙人。他30年前就在日本学艺，手搓日式菜，一搓了30年，还是上个世纪的味道。其实啊，预制菜这个菜系出现呢，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啊。从这个月子餐到工作餐，从日常聚餐到年夜饭的餐桌，可以说万物皆可预制。那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，如何提升预制菜的口味，一直是我们这些预制菜人所追求的。那这也是办这个比赛的初衷。我将用最专业的评判来为大家选出预制菜之神。自从上学离家，就再也没有品尝过妈妈的味道。不过这回好了，妈妈提前给我预制了未来10年的菜，撕开就吃，绝对不坏。妈妈老了，不过妈妈跟我说，她又给我预制了未来50年的菜，只要做的足够多，就可以把我送走。除了观众的认可，更需要专业的评判。那么谁将问鼎预制菜之神？我宣布，比赛开始。
，out。我还没做完呢。你竟然把已经制好的预制菜又倒出来翻炒，破坏了它原有的工业风味。out。out。凭什么？你盖保鲜膜的速度太快了，这样会导致食品的营养最大程度的保留。out。我还得做呢，我呀，哎 out。不要，还要继续做。out。不要，我还要做。预制仙人不能再淘汰了，再淘汰就没有选手了呀！杀了！我刚才一直在观察，只有这2位选手自始至终岿然不动。依我看，只有他俩才有资格争夺预制食神的头衔。原来他们俩是在念你的微波炉吗？没错。还有搅拌机？没错。这才是赚！没错。我们看到丁丁大师正在摆盘，他在拿现有的盘摆盘，他摆进了一个宫廷风格的盘子里，一股皇家的气息扑面而来。没错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预制菜。哎，王佩姐，说时迟那时快，丁丁大师已经订好了预制菜。1分32秒，少了丁不熟，多了一丁糊。没错，他完美掌握了微波炉的火候，他打破了亚洲的预制菜纪录。什么？绝命厨师竟然破坏了预制菜的包装，他想干什么？没错，这就是 Say by name Nipple 人法双重预制。天下厨艺，唯快不破。预制菜的精髓就在于快、准、狠。大厂的午休时间往往很短，微波炉又要排队，而我的预制菜下层自带自热火锅，外层又有微波，你拿什么和我打？用心。好厉害的麒麟臂！等下，哪来的香气？是油烟。你的传统预制菜虽然很健康，但却很乏味，用的是高压丁手，全程无明火、无油烟、无菌，听起来很卫生，但是也可以叫3无产品。而我呢，我推出了只要199的锅气罐，它保留了上世纪人们炒菜时用油烟机罐装的锅气。大家一边吃着预制菜，一边打开罐子闻，就可以品尝到上世纪的锅气 Old Smell。怎么会闻着这么香？好吧，香气固然重要，但既然是做菜，还得是味道取胜。尝尝我的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！这道菜，猪肉选用了2个月就出来的大白猪，并且冷冻10年以上，少1天都不行。蔬菜必须是大棚蔬菜，不能是应季蔬菜。除了过量的浓油赤酱，连薄膜都是可食用的，这大大提高了做预制菜、做外卖的效率。这道菜讲究的是用钵，你对钵的把握程度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。不错的厨艺。也尝尝我的菜。绝命厨师的预制菜，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预制菜的标准。一口下去就是一整个工业体系，满满的元素周期表，在传统油盐酱醋的基础上加入了巨量的添加剂，添加剂之间互相抵消，竟然对人体无害。在不使用冰箱的前提下，大大延长了保质期，真正做到了一菜传3代。人走，菜还在。二位真的是难分伯仲啊！要不然这个预制厨神，我给个双冠军吧。但是我们没有双冠军的先例呀。但是2位确实是清楚哪里来的香味？哦，
是我从家里带的预制小炒肉。来，助理，我从小吃到大，尝尝。好吃。这款鲜仁小炒肉买回去以后，可以微波，可以水煮，可以上锅蒸，但千万不要炒，否则会破坏掉小炒肉的风味。一品之下，果然大师手笔，而且它隔绝掉了微波炉的忽冷忽热，它一直加在37度的腋下。这个小炒肉是加热的。仙人不愧是仙人，他以身入局，用助理的腋下去预制。只是这个卖相不好，那是因为缺了这个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他竟然完成了预制菜的最后一步，他放进了国潮外卖袋里。可是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。鸟给您放门口了，祝您用餐愉快，谢谢给个饼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本周绷不住了拉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继续开绷。我们现在的温度是42度，这些电脑耐不住高温，怕是要烧爆了。你就让它锁着呗，为什么要把我剪开呢？而且剪开也行，你倒是找个开锁师傅，他找那个消防员拿那个液压剪剪我。小刘1号，替我好好陪陪咱媳妇儿，回头我给你换个好点的显卡。收到。作为一名著名的恨旧党，对这件事您怎么看？这个正月里剃头死舅的这个事儿，你不该去法院，你该去植发。为什么？你正月里植发，你舅舅原地复活呀！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想笑就笑发财了，哦哦哦哦！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想要就要开心了，哦哦！你真的太有才了，你长得也太帅了，人见人爱人人夸，不爱你都是傻瓜，哦哦哦哦哦哦！如果我是大西瓜，如果我是大青蛙，天天都围绕你呀，每日每夜叫呱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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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呱。烦恼我先替你打包，出门右转赶快丢掉。掐指一算，计时一到，好运就要来到。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想笑就笑发财了，哦哦哦哦！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想要就要开心了，哦哦！咦，你绷不住了啦？咦，他绷不住了啦？咦，都绷不住了啦！哦，你绷不住了啦？哦，他绷不住了啦？哦，都绷不住了啦！喔喔喔喔喔喔喔！数九寒天冷风嗖，转年是春打六九头。正月15是龙灯会，有一对狮子美绣球。800标兵奔北坡，那个炮兵并排北边跑。炮兵怕把标兵碰，那个标兵怕碰炮兵炮。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想笑就笑发财了，哦哦哦哦！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想要就要开心了，哦哦！我来当你的外挂，老天降里大红花，情绪价值拉满了，你怎么这么棒啊？哦哦哦哦哦哦哦！烦恼我先替你打包，出门右转赶快丢掉。掐指一算，计时一到，好运就要来到。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想笑就笑发财了，哦哦哦哦！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蹦蹦蹦蹦不住了啦，想要就要开心了，哦哦！咦，你绷不住了啦？咦，他绷不住了啦？咦。